如果你追溯所有關於亞特蘭提斯的紀錄片、書籍和地圖的源頭，你會發現的並非古代沉船，而是一個人——柏拉圖。公元前360年左右，這位希臘哲學家創作了2部對話錄《地邁優篇》和《克里提亞篇》。在這些文本中，柏拉圖描述了赫拉克勒斯之柱之外的一座巨大的島嶼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直布羅陀海峽。它是一個海上強國，富可敌國。但這裡有一個大多數現代尋寶者尤易忽略的細節。在柏拉圖的故事中，亞特蘭提斯並非主角，他們是反派。他們變得腐敗、傲慢，並且沉醉於權力之中。根據柏拉图的說法，史前時期，一個充滿美德的雅典擊敗了亞特蘭提斯帝國。之後，眾神懲罰了亞特蘭提斯，降下地震和洪水，將其沉入渾濁的深淵。現代科學由此誕生。如果一個大陸大小的島嶼沉入大西洋，它會留下傷痕，一個巨大的地質指紋。在20世紀中期，科學家開始使用聲納繪製海底地圖。如果亞特蘭提斯真的存在，它就應該在這裡。但數據卻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。板塊構造理論證明，地殼是由相互交錯的板塊構成，這些板塊在數百萬年間不斷移動。海洋學家發現，大西洋的海底其實是擴張，而不是下沉。從地質學角度來看，並不存在缺失的陸地，大西洋下也沒有沉沒的花崗岩大陸。亞特蘭提斯在物理上不可能存在於柏拉圖所描述的那個地方。然而，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轉折。柏拉圖或許虛構了這座島嶼，但他並沒有捏造那場災難。西元前1600年左右，一場災難性的火山爆發，摧毀了希拉島，即今天的聖托里尼島。它引發了一場巨大的海嘯，摧毀了米諾斯文明，地中海地區一個高度發展的海洋文明。對古代世界而言，仿佛一個輝煌的帝國一夜之間消失在了大海之中。這場真實的歷史性災難很可能成了激發柏拉圖想象力的靈感泉源。因此，科學已經給了答案：亞特蘭蒂斯只是一個神話，是米諾斯悲劇與柏拉圖哲學的融合。但這引出了我們最終也是最深層的疑問：如果科學已經否定了亞特蘭蒂斯的存在，為什麼這個神話仍然不肯消亡？為什麼我們還要繼續找？因為亞特蘭蒂斯並非地圖上的一個地點，而是一面鏡子。柏拉圖撰寫亞特蘭蒂斯，並非為了教我們地理知識，而是為了警示我們自身。亞特蘭蒂斯代表了人類最深層的恐懼。無論我們的文明多麼先進，多麼富有，多麼強大，我們始終只差一場災難，一次道德上的失敗就會被黑暗吞噬。